爷爷，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觉得您特别的和蔼可亲，我当时特别羡慕叶琳，我甚至心里想着，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这样子一个爷爷，那我该有多好啊！我现在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了，爷爷，你醒一醒好不好？你醒一醒，我求求你，我还想陪你下棋呢，爷爷。爷爷，我跟贺帆现在也已经完婚了，他现在是你的孙女婿，你醒一醒好不好？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孝顺你，让我们好好的叫你一声爷爷好不好？爷爷。你是个有福气的人，你醒醒！你看，你有2个孙女呢，有2个非常爱您的孙女，你醒醒，爸，你醒醒啊！爸。爷爷，我和于飞始终都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可以超越血脉，就算一时迷失，终究还是因为爱而醒悟的。爷爷，你放心，我和叶琳会好好守护杨家。我相信杨家，在我和叶琳的守护下，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请爷爷放心。爸，你醒醒，你醒醒，看看我。爷爷，爸有反应了。小伟，你这是怎么了？啊，小伟，我知道你担心爷爷的事，但是爷爷的事，他们小莲会做主的呀，你别着急啊。你拼命的摇头，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哎，不如小伟，你写下来告诉张妈好吗？啊，你最近不是已经有力气写字了吗？来来来，慢慢来啊，慢慢来，张妈给你拿纸和笔来，慢慢来。慢慢的啊，张妈拿笔和纸给你啊，不急，慢慢来，慢慢来啊，慢慢写，慢慢写。姐，你是指小玲吗？小玲她怎么了？慢慢写，慢慢写。啊，你继续写啊，张妈去开个门啊。没想到那么严重，希望董事长能够平安无事，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所有人都在医院里头，叶琳不放心小伟。让我来看看他，避免他情绪太激动。小伟的确为了董事长的事急得不得了。对了，张妈，麻烦你帮董事长准备些衣服，他有可能在医院里待上一阵子。好，我这就去。哎，小伟，你刚才不是要写下来告诉我事情吗？哎，你写的纸呢？好好好，我过一会儿再来，让夏医师陪你啊。
什么事那么重要，得写下来告诉张妈呢？不能让宇阳哥知道吗？来，给宇阳哥瞧瞧。我果然没有猜错，真的被你看到了。看来我的复健计划真的有效，你现在都能够写字了。夏医师，董事长的衣服准备好了。好的，我知道了。小伟，你要好好保重，有时间宇阳哥再过来看你。你要听话，别乱来啊。嗯。夏医师，我送你。好。爸的丧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没想到，我们一家人的团聚会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凡少爷来了。伯母，您交代的事我都处理好了。追悼会就麻烦你通知我们到场。那你们还是留下来，吃完饭再走吧。我想你爷爷应该很愿意看到他对亲爱的家人能够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的。啊。好。那我去通知张妈准备。我去看小伟。你们随便坐，我也上楼去了。既然我们答应过爷爷，要为杨家尽一份心力，现在就是我们努力的时候了。小伟，小伟怎么了？要吃饭了，姐夫你下去吧啊！来，小伟怎么了？怎么这样看着姐姐啊？小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小伟突然之间这样对我，可能是你爷爷过世了，让他的情绪不太稳定。他这2天啊，都躲在房间里呢。小伟啊，现在于飞和贺凡都在楼下，你妈是希望呢，你也能下楼吃个饭。怎么连你知道于飞是你的亲姐姐之后，你的态度也跟着变了？好，爸知道，
爸现在就带你下楼去啊！来，爸扶你啊！来，来，慢点啊，小心小心！来。小伟，好，先坐下，先坐下。来，慢点慢点。没事儿，吃饭啊，吃饭。小伟，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要不然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慢慢说。小伟，乖，我们先吃饭啊。这些菜都是你爷爷生前最爱吃的，尤其是这个，来尝尝。谢谢。小林啊，你也爱吃这个，来多吃点啊。我喜欢吃的是用青椒炒的，怎么突然换菜了？小飞，他不爱吃青椒。妈的记性真好，只要是女儿说的，妈都能记在心里。我记得我眼睛瞎的时候，家里很久没有吃过虾，怎么突然又出现了？小林，大家难得吃顿饭，你一定要这样吗？不知道谁来了，我去开门。伯母，在我们婚礼当天，爷爷接到一通电话，说有急事先走了。接下来就接到叶玲的通知，说爷爷心肌梗塞，送医急救。那这中间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你问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贺凡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知道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爷爷都有按时吃药，而那天的天气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照理说，不应该突然会有这么严重的心肌梗塞才对。说得对，那天去教堂之前，我还夸爸的气色好，他也说最近医生开的药很有效。小林，你爷爷回到家到底都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摔倒呢？对不起，爷爷是因为看到我在杨家，所以才会生气的。但他更气的是，为什么叶玲要接受张鹤凡父亲的建议，考虑跟远凡合作？两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起的争执。小林啊，你要跟远凡合作，怎么没听你说过？商场上的事我不想管，我只想问你，你把夏雨阳带到家里来是为什么？小伟最近状况不是很好，我特意叫雨阳过来看一看。哎，小伟，你干什么啊？小伟，宇阳哥那天不是跟你聊了很多吗？你怎么还是心浮气躁的？你越是这样，就越会起反效果。你看你的手，最近萎缩了这么多，再这样下去，你有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哦。啊？张妈，哎，带小伟上去，帮他换件衣服啊。好，来了。小心点啊。来，慢点。小伟，慢点，慢点。宇阳是我的朋友，我叫朋友来家里吃个饭，妈不会不欢迎吧？小林、小飞，你们爷爷临终那天，我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很希望你们姐妹俩能够共同维护这个家。所以趁这个时候，我想把我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我希望小飞能够进安政，
帮你一起把安正发扬光大。我说过，我是不会去的。我知道，但是你忘了吗？你亲口答应过爷爷，你要守护杨家，安正也是杨家的一部分。伯母，于飞，他真的没有这个打算。没这个打算，会这么殷勤吗？以退为进的方法，我看得多了。叶琳，你难道不能够体谅我的苦心吗？妈，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爷爷才刚走，你就让于飞他们来家里吃饭，你还着急把公司交给他们。接下来呢？是要把我撵走，让他们搬进来吗？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能相信我？在我心里面，你们2个都是我的亲生女儿。只是以前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身上，我现在只是想弥补于飞一些，这难道有错吗？没错，一点错都没有，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看清自己真实的身份。依琳，依琳，曼婷啊，让小飞进公司这件事儿，的确需要再考虑考虑。一来是他没有兴趣，二来他也还不懂。不如让我进公司帮小玲吧。啊，你的2个女儿反目成仇，你倒很懂得渔翁得利。我告诉你，你休想！我妈真是偏心，她什么事情都要向着于飞，现在连小伟的心都向着他们，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小伟的态度真的是有很大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在怀疑，小伟他可能知道爷爷的倒下跟我们有关。怎么可能呢？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我抱着董事长往下冲，小伟正拉着张妈要上来，还有刚才吃饭的时候，小伟他的态度，更能够证实我的猜测应该是没错的。叶琳，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倒不如将小伟送到疗养院吧。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对我弟弟。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我们真的经不起任何的风波了。你不要再逼我了。爷爷和小伟是这个家里唯一真心对我的人。现在爷爷去世了，我不能把小伟送走。我要是把小伟都送走了，那这个家还能算是我失去良心都要撑在怀里的家吗？好，我们先将小伟的事情暂时放下。但你妈她也说了，她也将手头上的股份全部都给于飞，这件事情你可不能不防范啊！我是绝对不会给于飞机会跟我争的。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于飞他身边有张鹤凡的支持，你可别忘了。你放心，我会安排你成为董事会的议员，到时候看他怎么跟我斗。哎呀，小伟，小伟，小伟，你这是干什么？你会伤着自己的，你这。小伟这样有多久了？自从他爷爷出事之后，他的情况就越来越糟了。这2天就更严重了，连手都使不上劲儿，而且也不敢一个人在房间睡，所以就到我房间里来睡了。小伟，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这样伤害自己？我们只会担心你，不知道怎么帮你啊。手的事情，只要你乖乖复健，一定会康复的。小伟，哎，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啊？你这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他现在的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了，
我看还得找时间去医院让他再做复查。伯母，还是让我陪陪小伟吧，或许有些话，男人之间比较好沟通。对，你陪伯母下去。那就麻烦你了。小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贺凡哥说？是跟叶玲有关的。小伟，贺凡哥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清楚表达你想说的话。这里有英文字母，只要我比到一个你想说的英文字母，就点头，好吗？第一排，第二排 ，G， 好，第一个英文字母 G， 好，看第二个。我的猜测果然没错，爷爷的事和叶玲和夏阳有关。夏阳因为发现小伟已经知道了，所以趁我们大家去医院的时候，给小伟打了不明的药物，让他的手无法施力写字。夏雨阳这么做也太可恶了吧！非但如此，小伟也发现了爷爷的药有问题，因为夏雨阳他急着把爷爷的药给取走，只可惜他不知道自己留下了证据。小伟，是不是这个？你带这个药去一趟医院。放心，贺反哥一定还给爷爷和小伟个公道的。贺凡，医生怎么说？这个药很有问题，虽然也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它剂量过重，并不是医生开给爷爷服用的。夏雨阳，他居然害死了爷爷！这件事恐怕叶玲也脱不了关系。进来。你们俩干嘛？这里不欢迎你们！你敢打我？我早就该打你了。如果在一开始发现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就选择打你，而不是一味的忍让，我想爷爷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以为我一直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因为害怕失去这个家，害怕失去这一切。我也以为我能体会你的不安，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你那不是不安，是贪婪。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我没有资格，那爷爷跟小伟总有资格吧？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口口声声最爱的爷爷，你竟然都下得了手！小伟都跟我们说了，你和夏雨阳偷偷潜入到爷爷的书房想偷东西，结果被爷爷发现，所以起了严重的争执。更可怕的是，你竟然偷换了爷爷每天服用的药。我没有，我再怎么卑鄙龌龊，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我们昨天也就去医院查过了，药的确被换过。而一直以来陪爷爷检查身体、帮他拿药的人都是你。所以呢？你们觉得是我害死爷爷的是吗？好啊，如果不是你，那是谁？
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我知道你们想说夏雨阳，可是你们有什么证据把这么大的罪名安给他？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我们查过医院的监控录像，那天的袋子被人洗掉了，要不然我们早就去警察局举报他了。洗掉？叶玲，如果真的是你，我希望你摸着自己的良心，爷爷是怎么疼爱你的？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如果不是你，我也希望你清醒过来，因为你的恐惧跟愤恨不平，已经害爷爷失去了生命，现在连小伟都差点惨遭毒手。我跟夏雨阳从小一起长大，他都可以对我冷酷无情到这种地步，对爷爷和小伟就不会吗？就不可能吗？为了我们最爱的爷爷，我希望你清醒过来，拜托你清醒过来，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走吧。夏雨阳，你不可以相信他们，凭什么药有问题就要栽赃到我身上？再说了，他们要怎么证明那些药就是爷爷平常吃的那种呢？说不定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想要栽赃到我身上。药是小伟找到的。叶琳，你知道小伟看到我们跟爷爷吵架，所以一心认定就是我们害死爷爷的，说不定就基于这种心态，被有些人给利用了。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只有我会永远守护在你的身边。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千万不能被人给挑拨了，懂吗？你说的对，我相信我没有看错人。小伟，你和凡哥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明天就会有专家为你会诊，到时候你手的问题一定会查清楚的。这些日子你就在家好好休息。至于夏雨阳的问题，我和你和凡哥一定会解决的，你就放心吧。谢谢你来照顾小伟。别这么说，小伟也是我的亲人，照顾他是应该的。他也是我的家人，让我来照顾他吧。他是我弟弟，为了救他，我可以连楼都跳。你没有资格用这种眼神怀疑我。小伟，没事的，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我来带你去看医生。小伟，可不可以告诉姐姐，雨飞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是夏雨阳害了你吗？小伟。
告诉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不可以告诉姐姐？姐姐求你，你告诉姐姐。小伟，对不起。对不起，是姐姐错了，是姐姐对不起，是姐姐对不起。你把我们都叫来，是为了什么事啊？等人到齐了，我自然会说。你来了。大家好。你来干什么？我不是说过吗？不准你踏进杨家半步。妈，你先别生气，等我把事情宣布完，你再生气也来得及。小林啊，到底是什么事儿？把全家人都叫在一起干什么？爸，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于飞他们是我们杨家的人。爸，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在这个家，你只认我这一个女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三天两头的闹，你非要把这个家弄得支离破碎，你才高兴是不是？我看，还是先让叶玲把话说完吧。我要和宇阳结婚了。你说什么？在下周召开的董事会上，我就会宣布，由宇阳担任执行董事，爸升职为副董事长，由他们二位协助我一同管理安正。在召开董事会前的记者会上，我就会向记者们宣布，今天请你们来，只是想告诉你们一声而已。你爸也就算了，夏雨阳他凭什么？你们两个人的婚事我都还没有同意，他居然就敢插手我们杨家的产业。伯母，你这句话好像在提醒叶琳，她不是真正的杨家人。你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爷爷已经过世了，现在这个家，谁掌控的资产多，谁就有权说话。叶离，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在爷爷过世前，你不是答应过他要守护安正，守护这个家的吗？我让宇阳进安正，就是不守护这个家，不守护安正了吗？我让自己的丈夫进公司帮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你跟张鹤凡夺走我的一切吗？叶琳，容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仅握有安正1/4的股份，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你没有权选择董事和董事长的人选。关于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叶琳现在拥有2/4的股份，也就是股权过半，所以她可以决定所有的人事提案。不可能！当初你爷爷分给我们各自1/4的股份，另外的1/4他捐做公益，你们不可能有多出来的股份。你们拿了小伟的，说拿也太难听了吧？他们姐弟情深，所以小伟才会签下同意书，同意以后由他行使股权罢了。一家人20多年的感情，居然抵不过财产的诱惑，你连你弟弟都骗得了手。怎么说？你爷爷的死，你弟弟的病情加重，是真的跟你有关系了？
回答我，是不是？我养了你20多年，就算知道你的身世，我也告诉我自己要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对得起我们杨家吗？闹够了没有？你口口声声的骂小林，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让他的先生跟他的爸爸进来公司帮他，他有什么错吗？爸当初把公司交给他，就是要他全权做主。你有需要跟泼妇骂街一样，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叶平涛，你反了！你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我早就想这样跟你说话了。这20几年来，你动不动就把我骂得跟狗一样，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一点尊严都没有。而我呢，还得忍气吞声地哄你开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等你爸死了，等我有后路了，我把心里头的愤恨全部都宣泄出来。我这窝囊气忍得够久了。我真是蠢啊！我，玉叶当年说的没错，金钱怎么可能买到幸福，买到我想要的一切？是我害了妈，害了这个家，我才是真正引狼入室的人。伯父，就算你对伯母有不满，毕竟她要帮你生儿育女，请你说话的时候替自己留点余地。张鹤凡，人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你身为女婿，没有立场批评。夏雨阳，一切都是人家兴风作浪，你别真的以为我们哪里没办法。张鹤凡，好了，不要再吵了，以后这个家由我说了算。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我做的决定。没错，现在这个家是小林当家，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大不了可以搬出去啊。反正你现在有女儿女婿可以孝顺你，你不会真的饿死在街头的啊。对了，提醒你们件事。如果你们想要住这房子的话，恐怕也住不久了，因为爷爷在过世之前把印鉴交给了叶林，怕过不了多久，这房子就要卖了。走吧。你们连这房子都打了主意。叶林，你回头看看你爷爷的相片，你爷爷现在尸骨未寒，你就能这么狠心？你对得起他吗？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妈，你放心，我和鹤凡会努力守护杨家，守护安正的。不会让爷爷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你刚才叫我什么？妈，你放心，还有我们。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妈妈现在就只剩下你了。喝。哎呀，宇阳啊，不，夏董事啊，恭喜你，你都还没有跟小玲结婚呢，就已经要当上安正的董事了。
了不起。应该是我恭喜伯父才对。你将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董事长。我能到今天这个位置，我是足足用了20几年的时间呢。但是宇阳啊，我的丑话可说在前头了，你可要听清楚了。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女婿、好丈夫，但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好